难怪当年上古圣主能够利用2大神器加上上古化灵阵的阵法之力，可以将无比强大的武灵全魔给封印。天地仿佛都是在此时颤抖了一下，那处空间竟是直接被一股可怕的力量给分成了2半，并且空间也是碎裂崩塌，一股虚无的力量也是从空间裂缝中传了进来。虚空上可怕的能量炸响，直接赢得天地都失衡了起来，整个大地都倾斜了45度。如此强大的破坏力，直接让得在场的无数神兽强者见所未见，他们的表情无比的丰富，张开大大的嘴巴，那动作仿佛是定格了一般，因为他们不太敢相信眼前的画面是真的。一个人类能够施展出如此多的强大招式，就算是万兽神界的3龙都做不到。可怕的能量直接让得天地崩塌，所有的山峰皆是被夷为平地，无数碎石爆射而出，搞得一片狼藉。好强的威力啊！下方无数神兽强者都是注视着这一场战斗，特别是见到萧炎所施展的古通化灵阵的威力后，各个脸庞上也是有着惊喜之色涌出来。这种威力恐怕就算是一些4重天位神的神奇强者挨上了，都得瞬间重创。这古通化灵阵不愧是上古圣主的大神技，配合上古镇魔塔的威力，上下其手，令得武灵全魔在其中受到可怕的镇压之力，暂时无法逃脱出来。如果古通化灵阵和上古镇魔塔在那触碰的瞬间达到同一个水平时，那么武灵全魔就会被彻底的封印。真的做到如此，那么这一场猪龙之战，胜利的一方就是圣龙族和祖龙族。只不过一下子将2大神器以及古通化灵阵同时施展出后，萧炎体内的神力消耗也是非常的巨大。虽然有焚神之力的加持，可是以自身如今的神之境界，依旧无法持续很久，所以萧炎也必须在自己的神力耗尽前，彻彻底底的将此魔镇压封印。给我镇压！随着萧炎的呐喊声落下，可怕的镇压之力也是被提升到了极致，并且这一股封印之力不输上古圣主所施展出来的力量。然而在萧炎全力的输出下，上古镇魔塔的黑光之内，武灵全魔也是露出狰狞的表情。这一招他实在太熟悉了，当年就是这样被上古圣主所封印。真是让本魔有些意想不到，这人类小子竟然传承了上古圣主那老家伙的传承。不过武灵全魔可不傻，同样爆发出恐怖的魔之力量与之抵抗，但由于上古镇魔塔有着针对于镇压邪物的力量，短时间武灵全魔也只能如此去抵抗，待着等下时机成熟，就能够一举突破，杀出重围。虚空上上古镇魔塔和古通化灵阵的距离也是逐渐的被拉近，要不了多久就会完完全全的达到同一个水平的触碰。那么一旦触碰成功，就算武灵全魔再厉害，也无法逃脱古通化灵阵的封印之力。圣龙族的所有神兽之人看到萧炎所施展的那道大神技，也是打心里的为萧炎加油着，甚至还祈祷起来，因为萧炎是他们圣龙族最后一道希望，所以他们不能让这么一道希望都给破灭了。萧炎他必须要赢得这一场猪龙之战的胜利。神龙大人，那人类小子所施展的招式太过强大了，我们需不需要去协助一下？这时候龙盟中的一些神兽族的族长担心地问道，他所担心的乃是刚刚那位魔影都败于萧炎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毁灭的就不是圣龙族和祖龙族，而是神龙族和他们的龙盟了。神魂体下的神龙也没有第一时间回答对方，而是在沉默片刻之后，再缓缓地发出嘶哑之声道：不急，那位神秘人的实力可不只是这样，就算萧炎这小子所施展出2大神器之力和1道大神技，他也是无法对其做到真正的镇压。听到神龙这般说，周围神龙族和龙盟之人的心也是松了一口气。既然神龙都说没有问题，那么自然就没有问题了。能让神龙都如此忌惮的那位神秘人，其实力至少都是5重天位神巅峰之上，至于是不是无限接近于6重天位神代会，就可以知道了。随着上古镇魔塔和古通化灵阵的力量对武灵全魔的挤压下，萧炎也是通过神魂力量探测到其中的武灵全魔此刻也是有着狰狞之色浮现出来。武灵全魔，当年上古圣主对你所施展的古通化灵阵，经过数百万载的都无法将你彻底的炼化，今日我便代替上古圣主再度将你封印。而这一次的古通化灵阵有了焚神之力的加入，只要被封印成功，你就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没想到自己施展出多种强大的底牌，依旧只能做到对其慢慢的镇压，而且那进展都不是很快。不过萧炎那充满自信的声音还是传入武灵全魔的耳朵中，对于武灵全魔的力量，萧炎也是有所了解的，所以目前能够将其压制一分，也算是一种荣幸了。因为当年就算是全盛时期的上古圣主，都需要以牺牲为代价才将武灵全魔封印其中，可想而知这武灵全魔的实力程度究竟是达到了何种可怕的层次。真是天真的人类，你不要以为拥有了焚神的力量，在本魔面前就可以大放厥词。你的焚神力量还没有真正的被彻底激活，对我来说根本还算不得什么。要不是你传承了上古圣主那老家伙的传承，你现在早就被我秒杀了。武灵全魔那充满邪恶之意的笑声缓缓传了出来。此魔的力量很强大，按照我的推断，肯定还隐藏着手段，等你的神力耗尽之时，就是他反击的最佳时机。小家伙，你恐怕有些要遇到危险了。粉老的声音突兀地在萧炎脑海中响起，
其脸上露出一丝凝重之色。看来这武林拳魔的力量，粉老也必须认真对待。闻言，萧炎感到有些疑惑。按照他的推算，他现在所施展出来的招式，虽然速度进展很慢，不过也算得上是成功的。可为何粉老却说危险的是自己呢？收到萧炎传来的疑惑，粉老并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其目光一直凝视着那道令这片天地都一颤的魔影。武林拳魔这一次乃是有备而来，所以他肯定还有更强的底牌，你要小心一些。如果待会出现什么变故，老夫我就再一次的替你出手吧。粉老的声音在萧炎的脑海中回荡着。不过这一次粉老选择主动出手，就说明武林拳魔的实力不是目前萧炎能够与之抗衡的存在。既然粉老这一次都这么说了，萧炎自然不会拒绝。每一次都是自己要求粉老出手，而这次竟然是粉老自己选择出手，看来武林拳魔的那底牌怕是非常强大吧。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先让自己对付这武林拳魔要紧。按照目前的进展也是非常的顺利，上古镇魔塔和古通化灵阵的威力也是释放到了极致，在上下其手的不断挤压下，还差1米距离就能够达到同一个水平触碰，眼见快要成功。萧炎也是不断的输出自己的焚神之力以及天位神力，圣龙族之人皆是屏住了呼吸。在这最后的关头，或许他们比萧炎更加的紧张。反观神龙族和龙盟这边，各个神兽强者的脸上都是露出一抹震惊之色。龙盟的一位神兽族族长出声道：神龙大人，你的那神秘人似乎要被彻底的镇压了，我们还不出手帮忙吗？这时神龙大人的脸上也没有刚刚那般轻松自信，因为自从他所认为很厉害的这位神秘人被上古镇魔塔和古通化灵阵的力量镇压后，就没有了任何动静。看来的确已经被强大的力量给镇压困住了。不应该，那神秘人的实力就连我都非常的忌惮，难道真的就这样被萧炎那小子给镇压了？神龙大人，我们出手吧。一些神兽强者生怕神秘人会输，内心也是躁动不安起来。现在出手的话，或许还能来得及。事已至此，只能是这样了。神龙的声音传出，虽然只剩下一道神魂体，可是那气势依旧非常的强大。但是就在神龙他们准备出手支援时，上古镇魔塔和古通化灵阵之中的那一道魔影忽然有了动作，紧接着一道极其阴森的诡异之声响起。真以为我还不了手是吧？既然上古圣主那老家伙当年都无法用封印炼化我，就凭你这人类小子还想对本魔镇压？究竟是谁给你的胆子？说你是傻，还是想要找死呢？今日本拳魔都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魔之力量。曾经给上古圣城屠城了一次，那么这次我便将这圣龙族屠族一次，当然还包括祖龙族。随着武林拳魔的声音传出，那本想动身支援的神龙大军也是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目光紧盯那处空间。不少神兽强者当即惊呼道：那位神秘人果然没事，而且还留着后手。是吗？当年上古圣主前辈能够封印你一次，今日我同样可以。萧炎的冷喝自喉咙间低沉传出。面对武林拳魔的强大气势，萧炎也不甘示弱。天地间的魔气突然变得浓郁了起来，并且魔气中的纳入侵吞噬神元之气的力量也变得更加可怕。魔气对着圣龙族之人笼罩而来，圣龙当先，直接是运转神力形成一道防御罩，将这些黑气抵御而下。不过那魔气的可怕程度已经远远的超出想象，比起刚刚武林拳魔所释放而出的魔威更加的恐怖。这一刻，众神兽才知道，此魔现在才是要施展出真正的力量了。一群蝼蚁而已，如何抵挡得住本拳魔的魔之力量？你们体内的神力转化成我的魔之力量吧！哈哈哈！随着武林拳魔的真正出手，瞬间那魔之力量冲破圣龙凝聚的防御罩，直接对着圣龙族之人笼罩而去。可怕的魔气接触到一些圣龙族之人的身体上时，一股令人痛苦的感觉自体内传出，并且神力也是不受控制的想要破体而出。但是那魔之力量直接将想要逃离体内的神力快速的吞噬而下，进行着魔之力量的转化。很快，这些被魔之力量入侵的圣龙族之人眼瞳瞬间变异，甚至他们的身体上布满了蜘蛛网一样的网状线条，给人一种诡异之感。怎么回事啊？我体内的力量正在被这股魔之力量侵蚀，我的力量被同化了。一些圣龙族的强者惊呼出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实在让人感到可怕。一时间，圣龙族的这些强者的神力纷纷被魔之力量同化，失去了神力的他们犹如是魔物的傀儡一般，就连意识都变得不太清晰。萧炎的目光看向下方那痛苦的叫喊声后，神色一变，没想到这武林拳魔在被自己镇压中时，都还可以对着其他人出手，果然不能小看他了。此时，不管是圣龙族还是神龙族等神兽强者，在见识到武林拳魔这般出手后，都是按耐不住的一脸骇然。特别是神龙族这边之人，心想着自己的神龙大人竟然能够找到这般可怕的神秘人作为帮手，还真是匪夷所思。这么强大的神秘人，放眼整个万兽神界都不可能找得出来，能够有如此恐怖的神奇强者，可怕此人应该来自于其他神界中。毕竟对于武林拳魔的信息，在万兽神界之中，很少神兽知晓他们的身份，就连神龙都不清楚其身份究竟是什么。当初乃是对方找到自己，
并且与自己合作。况且万兽神界本就是不和其他神界有什么联系，算是一个独立的神界。关于一些万兽神界之外的信息，也就此阻断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圣龙族有着越来越多的神兽强者都被其魔气所入侵，个个都发生了异变，就连几位圣龙族的神斩都差点被魔之力量同化了。然而就在这时，萧炎的周身出现了炫白色和混色火焰，对着下方的区域弥漫而下，形成可怕的火海，焚烧着整个天地，温度也是瞬间急速飙升。此刻这道火焰所散发出来的炙热高温，能够焚烧一切万物，磅礴的火焰能量如同喷发的火山一般，天地变得无比的震撼。三昧神火、幻虚神火，还有一道圣火。没想到你的身上还有神火，难怪你的实力不同于其他蝼蚁，原来体内竟然有着如此多的火焰。见到萧炎的火海之后，武林拳魔也都是微微的一惊，他自然知晓神火的可怕，只是没想到这人类小子身上拥有2道神火不说，还有着其他火焰。这一幕在整个大宙中从来不存在第二个。然而如今的大宙之中，竟是又见到了一位拥有多种火焰集于一身的修炼者，而且还是一位人类。这样的消息足以能够让武林拳魔都为之震撼。就算是其余的拳魔见到萧炎拥有如此多的火焰，自然也与现在武林拳魔的表情一模一样。火海降临，直接对着入侵圣龙族之人的魔气给吞噬而尽。不过有萧炎刻意的操控，自然不会伤着圣龙族之人，甚至火海中的火焰之力还钻进了一些被魔气入体后的神兽强者体内，对着有魔气的方向笼罩而去，将能够吞噬毁灭一切万物的威能展现得淋漓尽致。就算是魔气再强大，在地炎、幻虚、三昧3种火焰的吞噬焚烧下，那些魔气也得败下阵来。毕竟神火的威力可不简单，况且在火海之中还有着焚神之力，这股力量更是可以吞噬世间任何万物，还不带吹灰之力。所以在萧炎的帮助下，圣龙族的那些神兽也恢复了过来，原本被魔气同化的神力也重新复燃。见到这一幕，武林拳魔的神色微微一动，自己的魔之力量竟然被这人类小子给吞噬搅黄了。原本要不了多久，这些圣龙族之人皆是会成为他的傀儡，那么破坏他好事自然不能放过了。你真是找死，看来不给你颜色，真让我被你拿捏不成。武林拳魔此刻的愤怒也是一点一点的被萧炎激荡起来，一股极其可怕的力量也是自上古镇魔塔以及古通化灵阵中凝聚而出。此刻圣龙等人的目光齐齐对着上空投射而来，虚空上的魔气愈发的浓郁粘稠，仅仅这样看着都感到了一股心惊肉跳之感。你已经惹怒了大人，一旦这股力量爆发出来，就是你的死期。神魂体的神龙望着萧炎的方位，语气显然有些重。黑色的魔气自武林拳魔体内迸发而出，直接洞穿了四面八方的镇压之力。然后这些黑色魔气开始逐渐的凝聚出一道可以捏碎一切东西的魔爪，魔爪之上可以清晰的看到黑气翻腾。这些黑气只要被沾染到一点，体内的神力就会被同化。所以魔爪一出，自己对着萧炎的整个身躯爆轰而出。黑色的魔爪中还有着一丝暗黑之力，可以吞噬任何光明，包括火焰之光也是如此。不过这暗黑之力并不是很浓郁，想要吞噬神火的火光也不是那么简单之事。但是这魔爪的出现却是让这片天地暗淡了下来，看来是吸收了白昼之光。如果周围的环境陷入黑暗的话，那么这魔爪的力量将还会提升一丝，就相当于黑暗是他们的主场一般。而萧炎也是感受到了这一点，那魔爪的力量一旦被击中，自己就算有焚神2火的力量，他也都是会重伤。所以萧炎也不敢怠慢，直接准备施展他的一个强大底牌与之对抗。能够与可怕的魔爪抗衡，必须施展神怒火莲，而且还是由3种火焰融合。想法到这里后，萧炎的周身竟是出现了3道不同颜色的火焰，3道火焰并列一排，散发出可怕的毁灭波动，每一道火焰都能够毁灭一方世界。如此可怕的力量，如果融合的话，那么将会诞生出更强大的火莲。融合，萧炎的声音低沉发出，体内的神魂力量也是被释放到了极致。萧炎现在要做的就是将3种火焰融合一起，双手直接往内挤压。如今地炎在焚神形态下施展出来，那么其中自然有着焚神之力，在拥有焚神之力下的地炎，那霸道之力更是恐怖无比。那人类小子要干嘛？他是要融合3道火焰不成？看其样子好像真的要融合3道火焰，真是玩火自焚，融合3道火焰根本就不可能，这小子就是在找死罢了。龙盟中的强者纷纷议论起来，对于萧炎的这一举动显然有些不太相信会成功，而且这简直就是在找死。他会成功吗？此刻圣龙族之中的神兽强者也纷纷将目光投射过去。他会的，他很强，我相信他。就在圣龙族之人有着疑惑之心时，其中一位白袍男子站了出来，而他就是之前将萧炎带来万兽神界的白炭。对于萧炎的天赋和强大的战斗力，他简直无话可说。与萧炎初见时，自己的实力修为还是比对方强一些，可如今才过了几年，萧炎却已经突破到天位神，这样的天赋修炼者，他们如何能够与之比较？换作是他，要是突破到天位神，至少都要数几10万年的时间。只是他们都不知道，萧炎能够融合3道火焰，乃是因为有焚诀。准确的说，
如今的焚诀已经变成了焚神诀，焚诀可以融合不同的火焰，而焚神诀却是可以专门是用来融合神火。神火在这样的融合之下，就算是一些强大的神奇强者都不敢轻视火莲的威力。天空中发出嗤嗤嗤的声音后，3种火焰在众神兽强者的震惊目光下迸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这一刻就是代表着3道火焰的成功融合。顿时间，炙热的温度顿时弥漫在这天地空间，整个万兽神界都是开始剧烈的震荡起来。在萧炎的双手之间，一朵宽大的3色火莲缓缓地浮现而出。这朵3色火莲上有着无数细微星光的颗粒徐徐上升，让人见到了有一种极其神圣的感觉。这怎么可能？那人类小子真的将3种火焰成功融合了？随着3色火莲的诞生，那些原本都不相信萧炎会成功融合的神龙族和龙盟之人，此刻每一位的脸上都是写满了震惊2字。这人类小子究竟是什么人？怎么可以做到不可能出现的事情？这实在过于可怕了。萧炎望着那向自己轰击而来的巨大黑色魔爪后，眼神一凝，立即将自己眼前的这一朵3色火莲毫不犹豫地屈指一弹，顿时悬浮在眼前的3色神怒火莲便是爆射而出，整个空间的温度急速暴涨。3色神怒火莲也是在这一刻瞬间射出，整个万兽之德内的空间更加的激烈动荡，空间都被不断的撕裂扭曲。在这等强大的毁灭力量下，萧炎的3色神怒火莲是否可以击败这武林全魔的暗黑魔抓残留神魂的强者？随着3色神怒火莲被扔出，瞬间洞穿了虚空，在空中缓慢旋转，所过之处的空间都是被彻底的影响，扭曲的动荡起来。此时，不管是神龙族还是龙盟以及圣龙族的所有神兽强者的眼睛，都是紧紧的投向在那朵3色神怒火莲之上，透着一抹难以掩饰的惊骇之色，就连身体都不自觉地颤抖起来。因为这朵炫3色神怒火莲中所散发出来的能量，即使是4重天位神，甚至是5重天位神都要忌惮3分。况且如今的3色神怒火莲乃是完整版的，那股毁灭的气息波动一点都无法收敛，就算收敛了，那同样给人见到之后心生恐惧。虽然3色神怒火莲的外表非常的晶莹剔透，美丽能够让人窒息，而也就是在这样的美丽之下，却是隐藏着无比恐怖的毁灭力量。而感受到3色神怒火莲的波动后，武林全魔的视线也是变得凝重。不过并不是惧意对方的这一道火莲，虽然萧炎所施展的火莲很强大，但只要对他却还达不到那种危险的程度，所以对自己暗黑魔爪的力量也是极其的有自信。下一刻，那一朵3色神怒火莲便是与暗黑魔爪彻底的撞载在了一起。在那碰撞的瞬间，3色神怒火莲直接爆炸开来，其中的那一股毁灭能量也是以那处空间为中心，爆发出一股极强可怕的毁灭能量席卷而开，令得这片天地中的空气在此刻都陷入了短暂的停滞状态。在停滞持续了片刻之后，这双方可怕到极致的强大能量又是在那虚空之上再度狠狠地爆炸了开来。可怕的冲击波也是将方圆万里之外的山峰大地都席卷的吞噬而尽，而且在1秒钟的时间里，那些大地山峰以及空间都被这股席卷开来的冲击波毁灭了大半。在如此可怕的能量交织下，一圈夹杂着3色的能量风暴疯狂的肆虐开来，整个万兽神界中的空气都被这强大的火焰热浪给蒸发掉了一半，其中的氧气都是逐渐的减少，而且那炙热的温度还在不断的急速飙升而起。由于力量的太过恐怖，在上空处形成了一盒能量的大漩涡，强大的能量不断的释放出来，一道接着一道的涟漪波动，疯狂的朝着四周持续的扩散。完整版的3色神怒火莲之威更是能够轻易的摧毁一切万物，就算是寻常5重天位神对面这3色火莲爆发出来的毁灭能量，怕是都要避之锋芒，不然的话就会被其吞噬，轻则重伤，重则神魂俱灭，无比的骇人。无数道目光惊骇地望着上空那处空间漩涡，再也无法压制住内心的那道震撼之感。好强大的毁灭力量，这也太强大了！融合了3种火焰，居然可以爆发出如此的可怕的程度力量。不少神奇强者纷纷张开了自己的嘴巴，脸颊上都是写满了震惊。这萧炎明明刚晋升天位神，为何还有隐藏如此强大的底牌？在神龙看来，萧炎的这3色神怒火莲的力量，就算是他施展全力也无法接下。如果选择硬接，那么还会让自己的身体受到损伤。他还是人类吗？一个人类怎么可能有如此的实力？他究竟是什么人？很多疑惑在神龙的脑海中出现，同时也想不通，这萧炎怎么会如此可怕？这一次要不是有神秘大人的出手，自己最后怕也是会栽在萧炎的手里。真是好算计啊！上空的双方力量对碰，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暗黑魔爪和3色神怒火莲的威力才渐渐的消散而去，两道身影映入在所有神兽强者的瞳孔中。然而在如此强大的力量对碰下，那武林全魔竟是毫发无损，并且刚刚的可怕冲击波竟然将上古镇魔塔和古通化灵阵的力量全部给冲刷而去。或许这就是武林全魔要的效果，不然单凭他自己想要从上古镇魔塔以及古通化灵阵的镇压之力下出来，也要付出一些代价。而萧炎此刻的黑色一闪，出现了血腥的气味，显然在刚刚的那股冲击波下，身体受到了影响。虽然伤势不严重，但从对方毫发无损的对比下，萧炎显然是处于了下风。
真是没有想到，你的这一招能有如此霸道的毁灭力量，竟然将本魔的暗黑魔爪都抵御住了。如果今日你只融合2道神火，或许你现在就已经陨落了，而不是像现在的这一点轻伤。3道火焰的融合能有如此惊人的力量，本魔也承认你的强大，不过我想你也差不多到极限了吧，而且你刚刚的招式也不可能再施展第2次吧。武林拳魔显然也看出了萧炎这一招乃是他的最强的底牌了，既然在施展自己最强底牌下都没有将自己重创，那么等待萧炎的只有死。萧炎此刻的面色也是相当的不好看，没想到自己的3色神怒火莲依旧无法击败对方给击败，不过能够抵挡住对方的那道暗黑魔爪也算是非常不错了，毕竟对方乃是一名无限接近6重天位神层次的领域，如果凭借3色神怒火莲就能够将其击败的话，那么也太容易了一些。要知道实力达到了5重天位神之后，每一小境界的差距就相当于1重天位神到5重天位神之间的距离。但是最让萧炎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却是上了当，刚刚差点就要将武林拳魔镇压而下，但对方直接对自己进行了如此强大的攻击，使得自己不得已要反击。